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12号星期五，今天是我这4个训练日按第一天算。感冒应该是全好了，但是我前一天开始，因为可能跟感冒有关系，就是免疫力下降，我这个牙特别疼，但是也在好转中。人总是就突然一下就这一小段就各种不舒服，岁数越大越明显。今天看我们在测试，差不多可能是昨天，也可能是前天，高驰的更新，它需要你的 APP 得是测试版，然后 Pace Pro 的固件就会更新，增加了纯腕式的一个手表测跑步动态。但是我起跑以后才想起来，我没有做任何设置，不知道是不是要手动开。我们今天跑完再看。今天的对标组是佳明的 HRM600。其实我本来想的是用明天早晨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就正式跑那个15或者20来试。后来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在日常中的体验，10快10慢轻松跑，可能有时候会用戴手表的手举相机，这些其实跑多了好多东西自己就总结出来了。比方说悉尼马拉松，我手表记了42.7，就是因为3公里那个隧道，一出来，下1公里告诉我的平均配速是3分42，我知道飘了。然后当时信哥在我前面一点点，我们一起，我那时候就比他手表多了120米，因为我们会互相报一下谁的上1公里，能听见手表的声音。就在隧道里啊 ，GPS 信号不好的地方啊，你代表那个手最好保持同样的动作。我是因为举了相机，那陀螺仪也就不好使了，导致的。所以如果日常中这些动态数据，比方说触地时间这些，虽然它对训练没有什么指导意义，我觉得没有，就是记录下来。但是如果能靠一块表全都记得比较好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因为以前高驰那个 Pod， 我一直建议大家戴在腰上，不用戴在脚上，因为双频的 GPS 不需要靠那个东西来校准距离，除非是室内。因为你靠双频的 GPS 和它哪个准，其实也说不准。就你2选1的时候，谁是对的呢？就没有一个信源，对不对？戴在腰上能获得那些动态数据，但是不管是佳明还是高驰，戴在腰上之后会有一个小问题，这点又要引入我这期真不是广告啊，一分钱都没有，要引入跑步背心了。我觉得今年轻工的这个导航大师材料变厚了一点点，有一个隐形的好处。你们看我2024年这2024-41那个大阪马拉松，还有之后的那个今年春天那70公里，我穿的都是以前的轻工的背心，都特薄。你说舒服吗？舒服，但是对我来说有2个小遗憾。为什么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穿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点软以后没型。我肩膀是那种就显得特圆特厚那种，不是因为岁数大了，年轻人就这样，就身材不是那么的显得那么的精瘦。然后我觉得还是好看最重要，第一。第二就是因为它软，所以好几次都是那个 Pod 把衣服给卡住了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要掏裤子兜的东西，一掏就撩衣服，一撩呢就别在后边那 Pod 上，就从后边照的特难看。你看0241那场的大阪全马，在27、8公里家属拍我那一下，还有最后他追着拍我那一段，就是大坡。当时回来我剪辑的时候就说：“哎呀，真是的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”会有这么2个问题。但是这次衣服变稍微的就是有型一点以后，这也会解决。而且如果动态数据也能完美解决的话，或者差不多完美解决的话，
就比赛至少比赛就不带那个了。所以其实我猜厂商们更新这些最初的目的不是我想的这个目的，因为我这个需求和遇到的问题都太小众了，就我没事就琢磨。今天穿了这双龙卷风4 PB， 好多小伙伴看完悉尼那个比赛问我5和4，我个人认为，就我这个成绩，或者说您是那种比较就体重很小、很精炼的人，可能4反而更合适。4有那种踏的感觉，5是那种就像播客里我分享的那个，我在2个播客都在分享，朋友的播客说5的存在感不强，就是它好像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又好像什么都有，但是这2双鞋都很贵，5出了以后4有些降价，仅此而已。那说到播客，我感觉这期全是宣传，但是真的不是广告，都是我特喜欢的事情。一个是先上线，但是是后录的 MRC 的，跟 Jamie 他们一起 ，Jamie 把老板2个人，我们3个人一起录。今天有跑步，已经上线2、3天了，好像。然后就是今天凌晨上线的信哥的信口开河跑步播客，这是第3次我能有幸参加，所以这次悉尼之行，我觉得那个播客的标题写得特别好，不虚此行的悉尼之旅。反正这次是不是拿到第7颗星，对我来说好像就很自然就过去了。好多公众号发那个多少个中国的7星跑者，这些我都没点开看，就别人家里人朋友跟我说了一下。这搁以前我的性格应该是转发好多次。这2块表有意思啊，这2块表你看到现在为止佳明5公里整，高师这边还差10米，我是同时摁的。高师这边我问过小伙伴，虽然他没有这个选项，但是他是默认考虑了3D 距离和速度的，就是你上坡会真的是上坡那个距离，而不是俯视的投影距离。下面这边我是手动开启了3D 的速度和距离。我今天怎么这么多水呀？这哪儿漏了吗？就这种事情是第一次发生，第一次被我看到。好，就是各位看到的现在拍摄的画面，Inza 360的 Go Ultra， 我用的是现在是自由比例，没有用夜景模式。虽然现在光线很暗，在这种暗光下，自由比例会比夜景模式拍出来的效果差。特别感谢能在这个时间有这个相机，否则悉尼马拉松起跑之前那些画面应该都什么都看不清。你看这段时间科技的进步给我们带来多少不一样的东西，真的不一样。还有你说大阪离悉尼那么远，朝发夕至啊，不对，夕发朝至，坐了1宿，你睡了一觉就到了。还不知道明年的开普敦怎么办。还有好多，就有的时候是这样，厂商做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，就产品层面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，他想到的不一定是用户想到的，或者说呢，用户没发现的好处，其实是他想到的。就比方说2个事儿，第一个事儿是 Pace Pro 在播客的时候，我觉得声音有点小。当然了，我这个是特早的一个韶音的 Open Run Air， 我不知道现在更好的系列会不会好一些。因为我没有，
我这种耳机，你说戴着好好的，我直接不要了买，感觉没有太大的动力，对我现在来说。但我觉得这种骨传导应该都差不多。就听歌没问题，因为听歌你听的是个声音，是个旋律，并且你对下一句歌词有预期，对吧？听播客不一样，它跟听相声都不一样。你听相声或者听评书，其实大概你也知道下边要说什么，很多时候不是第一次听。这个你不知道下一句要说什么，我听我自己录的，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就周围有车就听不见，加上这边基本没有电车，都是油车，声音比较大。在公园里没问题，所以我觉得音量要增大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，我没有拿佳明听过播客，因为佳明还没法听小宇宙。就两边播音乐的声音来看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最近在研究前年2023年的年底那双红色的轻功的手套，因为快到冬天了，我这儿也在准备入冬装备。而2年了，我才发现这俩手套不一样长。为什么不一样长呢？因为方便戴手表，不蹭那个数码表冠。嘿，我说这个想法不错呀，但是说心里话，这都2年了，我才发现，因为我当时就发现说，手套造型差不多，为什么我戴神户发那个黄色的，就手表就老被误触，然后戴轻功那就不误触呢？当然前提是你的表必须戴在左手，因为它是左边短右边长，或者你把手套反过来戴，就这样。我说这有点意思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点，但是人可能轻功在武汉太热了，没有我们这种北方人的焦虑。但是说到这儿就又说回手表，就是我觉得高驰的这个旋转表冠应该增加锁死的功能，冬天戴手套，或者是就你朝手那边的话就是手套，朝袖子那边就是袖子。即便是那种能把表露出来的那种，其实它也会因为底下那层布太涩了，有时候会转一下它不影响什么。但是你抬手你一看，哎，这不是我设定那个习惯那字段那表盘，在跑步的时候、强度课或者是比赛的时候，你就特别焦虑。而且我猜绝大多数人是记不住我现在是应该往上滑还是往下滑的，只能试一圈，对不对？今天本来是想夸夸这几家，怎么都说成吐槽大会了？但是我觉得，为什么我这么说，是因为我接触的，大家看到我推广比较多的品牌。高驰、佳明、轻功、菲比特这些，其实都是很能听得进去建议，这点我觉得对品牌来说特别重要。其实甚至都不是说，就是比方我直接甚至面对提建议或者说的更直接的时候，都不是面对产品的同事，甚至是面对对方品牌的大佬们。我说的可能比这还直接，但是人家就特别认真在听，然后再说啊，而且是人家有时候会主动说，比方说我们这个是有妥协的，因为很多东西现在的技术不能兼得等等，这就特别好。我也接触过一些品牌，不是大品牌，小品牌找来说先试用吧，然后试用你发现问题，你一说，对方那脸唰一下就拉下来了。所以这个事儿，当然了，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想法的原因，想法不分对错。我是做技术行业的，虽然我偏软件、偏互联网一些，但是我深刻知道，就是这个事儿很多时候会受到技术的局限。
就跟当年苹果刚开始做万世数据，就是我一个手表就都测了，我一直说我说这个目前看可能有难度，那是那个时候，现在看就会越来越好。其实你看，比方说我能想到的，举例子，就像前几年那个跳绳那软件，苹果上那个摇摇，它巧妙的用 AirPods 的传感器。你说苹果能没想到？苹果肯定想到了，但是不做肯定就当时不做肯定有原因，包括现在也是，它那些跑步动态数据，如果在带着 AirPods 跑步的时候，如果能通过 AirPods 里面的传感器获得，那会比手表的更准确、更容易，因为它是一个相对身体固定的位置佩戴方式，对吧？但是很多东西时候就得妥协，就比方说新的手机，我现在在纠结，你说日版也没有卡槽了，怎么办呀？关键是日版回去，就算我现在我拿着身份证，我去营业厅，我也弄不了我联通的 eSIM， 因为海外买都不行。那留学生们怎么办呀？或者我这种人怎么办呀？我在这儿换了手机，回去以后我用不了了，不知道。但是这事儿对买手机的人没错啊，就你看我在这儿生活，在这儿买，不是对的吗？如果在这儿生活，比方我去香港买，那不就等于跟以前在北京生活去买香港的版本要买水货？我们小时候说这东西你这是韩货还是水货？我们不是应该鼓励这样买才对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没办法呀，弄不好今年就只能买香港的，但是我又去不了，能在网上买，找那种第三方，但是这种我能找到第三方，只能寄到国内，我到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得麻烦哪个国内朋友帮忙收一下货，因为我可能这个月底就回去一趟，但是不是北京，还没想好呢，因为我又是一个特别不愿意麻烦人的性格，但是我下单了 AirPods Pro 3，在19号就能送到，玩一玩吧，给家属换了，他那还是1呢，就他是1，我是2，是能明显听出差异的，3不知道。但是你看，纵然是苹果这种厂商，它也面临被科技限制。你看它这个 Pro 3依旧是 H2 的芯片，和几年前的 Pro 2还一样了。一方面是可能是用不到了，就是短期；一方面确实是你说，你看我们这个小公司还是你研发的成本和精力，你是决定不了的。想的东西特别好，但是搞不定的，真的搞不定的。行吧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一会儿我们训练之后看看手表的动态数据有没有怎么样。9月12号星期五训练结束，第一个训练日轻松跑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4分，看看啊，4分47，最快1公里4分26，心率150。具体的今天主要是为了看它的数据，所以呢我们切到室内看看2个屏幕，看着2个手机的数据，咱们再聊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抓紧来看一下数据啊，我启动一下录屏，来，同样的一条路线，高驰的 Pace Pro 记录 21.10 公里，佳明的 Forerunner 970 21.14 公里。这还是我在刚才节目中说的，你没有一个明确固定的准确值的时候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我觉得这2个表这个精度都很可以了，开的都是双频多星座，就是最费电的模式。然后看一下心率，佳明这边的心率来自佳明的最新的胸带 HRM600 150的平均心率，高驰这边平均心率也是150，是来自高驰的心率臂带。所以现在其实光电的心率臂带的准确度足够使用了。但佳明这边的最大心率是163，高驰这边也是163。步频其实不算是特别难测的数据，在以前没有动态数据的时候，各个手表都可以。高驰这边平均199，最大212，佳明这边平均201，最大213，相差无几，算差不多吧。步幅
佳明这边的步幅应该就都来自于心率带了，1.05米。高驰这边的步幅1.05米，高驰这个步幅就是来自手表。跑步功率两边的算法差异很大，我们不比较。触地时间，高驰这边平均184，佳明这边是210，这两个差距还是蛮大的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没有一个信源的标准。不过我以前常年用 Stride， 我大概有一个对我自己有一个判断，因为 Stride 放在脚上，它应该是相对准确的。在今天这种训练下，我感觉大概是200上下。就高驰的有点少，佳明的可能有点多，但是我觉得更偏向佳明这个数据。今天我的配速，因为今天差不多平均配速4分47，对吧？不算快，不算快的时候大概200毫秒左右，184，我觉得可能稍微的不是那么准确。然后步速损失这个高驰这边没有，高驰这边的新的靠手表能测出的数据就是触地时间。垂直振幅比和垂直振幅没有左右平衡。那我们看看垂直振幅吧。高驰测得的是 6.2 厘米，佳明这边是 7.6 厘米。在这一件事上，胸带的心率带这个佩戴位置，或者是像 POD 这种东西，肯定是要比手表准确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7.6 应该是一个准确的值。而高驰这边单靠手表测出 6.2， 这个相差已经非常小了。因为你的手表你的手其实是这样动的，对不对？它要抵消你的这种动的数据。还有过程中我弄手机，我弄相机，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拿着相机这么拍，我是用右手拿了一段。然后这次高驰戴在了右手，佳明戴在了左手，设置也都是对的。垂直步幅比，因为刚才的步幅两边是一样的，所以垂直振幅比也会受垂直振幅不一样而影响。高驰这边是 5.9%。佳明这边是 7%， 其他的数据靠单块手表就没有了。那么可以对比一下别的，高驰这边上升50，下降66，佳明这边上升55，下降53，都差不多。抱歉啊，我刚洗完澡都摘了，一块手表都没带。但是看起来单块手表去记录动态数据这件事情，就目前来看，对绝大多数跑步爱好者来说问题不大，可用，好吧？大家看完数据应该有一个大概的感受。其实我的经验是，以前用 POD， 不管是佳明的 POD、高驰的 POD、佳明的心率带，这些它测出来的数据两套系统也不太一样，所以没有信源的情况下，就好像，我总说我们一个数据应该跟自己不同时期在同一个系统下去比较就 OK。但是我觉得万世的数据做到现在这样可以用了，够用了。而且现在的就万世心率好像也越来越好了，未来也许真的就是一块表，可能我想象的那个传感器的时代，不知道会不会来临，它到时候就会模糊，不会，会更明确划分需求了。就现在有点模糊划分需求，有人说你带一个这么重的胸带和我带一个 POD 差不多呀，然后有人说我什么都不带，一个 Apple Watch 也跟你差不多呀，是因为数据还没有分化。那慢慢的，如果未来一个手表测得的大体的趋势和数据差不太多，但是呢，又有人需要更专业的东西，就更专的数据的时候，也许会出现更专的测试的传感器出来。比方说，我可能会给大家测一下汉业的那个传感器，大家期待我这几天的节目，好吗？那这期就到这儿，跟大家说这么多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也祝我这牙尽快好起来。咱们下回再见。